奥德利夫人的秘密。玛丽伊丽莎白·布雷登。第5章。莫斯格雷夫医生的建议。米莱迪在那漫长的冬夜里睡得很熟。作恶多端的人往往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夜睡得这般安稳，待到翌日清晨狱卒前来唤醒时，会发现他们仍在酣睡。米莱迪已经赌输了。我并非认为他中途放弃了牌局，或是在关键时刻错失了作弊的机会，而是他的对手实力远胜于他，最终赢了他。奥德利夫人此刻内心的平静，远胜于她第2次结婚后不久，读到乔治·托尔博伊斯从澳大利亚金矿归来的消息以来的任何时候。现在他可以安心了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他最坏的一面，再没有什么可被发现的了。他卸下了那个可怕秘密的重担，他那耽于享乐和自私自利的本性又恢复了全部力量。他睡着了，平静地蜷缩在他那柔软的天鹅绒床上，盖着丝绸被面，床四周垂着厚重的绿色天鹅绒帷幔。他吩咐女仆睡在房里的长沙发上，并让灯整夜亮着。我并非认为他害怕深夜的鬼魂，他太过自私，不会为那些伤不到他的事物担忧，而且奥德利夫人也从未听说过鬼魂伤人的事。他曾经害怕罗伯特·奥德利，但现在不了。罗伯特已经竭尽所能。奥德利夫人知道他无法再做什么，否则便会给他所敬重的那个姓氏带来永远的耻辱。我想他们会把我带离此地，米莱迪心想，这已是他们能对我做的最坏的事了。他把自己想象成某种国家囚犯，理应受到各种照料。一个新的铁面人应该被囚禁在一个极为舒适宜人的地方。奥德利夫人听之任之，漠不关心。在过去的几天里，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情绪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，他已经耗尽了感受痛苦的能力。第2天早上，他享用了一杯浓浓的绿茶和几片精致的吐司。那份从容就如同那些死囚在吃最后一餐。狱卒们在一旁监视，生怕他们咬碎瓷器，吞下汤匙，或试图寻找其他任何方式逃脱刽子手杰克·凯奇的魔爪。他用过早餐，沐浴完毕，头发散发着香气，衣着精致，却又带着一丝刻意的随意，走出了他那豪华的更衣室。离开前，他久久凝视着周围奢华的物品，但丝毫没有怀念那个为他布置这个房间，在每一个美丽而繁多的细节中都倾注了爱意的男人。米莱迪想到的是这些物品的昂贵价格，以及这个豪华房间很快就不再属于他的那种令人痛苦的可能性。离开房间前，他在穿衣镜前打量着自己。漫长一夜的休息使他的面色恢复了红润，蓝色的眼眸也重拾了往日的光彩。前一天那种异样的光芒已经消失。米莱迪看着镜中美丽的倒影，得意地笑了。他的敌人用烙铁在他身上留下印记，烧毁那曾造成巨大伤害的美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他心想，无论他们做什么，都无法摧毁他的美貌。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，他们也无法剥夺他的这份天赋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3月天，但无疑，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日子。米莱迪裹着一条印度披肩，那是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花了100季尼买下的。我想奥德利夫人认为自己穿戴如此贵重的衣物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如果她不得不仓促离开，至少可以带走她最珍贵的财产之一。想想她为了一个好房子和华丽的家具，为了马车和马匹、珠宝和蕾丝，冒了多大的风险，就不要惊讶于在最绝望的时刻，她会异常执着地抓住各种各样的小饰品。如果她是犹大，她会紧紧抓住那30块银币，直到她可耻生命的最后一息。
罗伯特·奥德利先生在书房用了早餐。他独自坐在茶杯旁许久，抽着他的海泡石烟斗，思考着他必须完成的任务。我将求助于莫斯格雷夫医生的经验，他想。医生和律师是我们这个平庸世纪的告解神父，我相信他会帮助我的。从伦敦开来的第一班快车于上午10点半抵达奥德利。11点差5分时，那位神情严肃的仆人理查兹通报阿尔温·莫斯格雷夫医生到了。这位来自萨维尔街的医生是一位50岁左右的高个男子，他身材消瘦，面色蜡黄，脸型瘦长，眼睛似乎曾经是蓝色的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已经褪色，变成了浅灰色。无论科学对于像阿尔温·莫斯格雷夫医生这样的人有多么强大，他都无法让他的骨骼丰满起来，也无法给他的脸庞增添光彩。他神情奇特地缺乏表情，却又非常专注。他的脸庞属于那种大半生都在倾听他人诉说，并在职业生涯之初就已摒弃了个人特质和情感的人。莫斯格雷夫医生向罗伯特问好，在他对面坐下，仔细地打量着他。罗伯特注意到，医生的目光有那么片刻失去了平日的沉静和专注，变得严肃而审视。他正在想我是否是病人，奥德利先生想，并且正在我的脸上寻找精神错乱的迹象。莫斯格雷夫医生开口说话，仿佛在回应罗伯特刚才的想法。您是想咨询关于您健康方面的问题吗？哦，不。莫斯格雷夫医生看了看他的表，那是一块价值50基尼的本森计时码表，他随意地放在背心口袋里，仿佛那只是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。我必须提醒您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他说。您在电报中告诉我，您需要我的服务来处理一个危险的案件，否则我就不会来这里了。罗伯特·奥德利一直若有所思地看着炉火，琢磨着该如何开始谈话，直到医生的出现才让他想起自己的任务。您太客气了，莫斯格雷夫医生。罗伯特费力地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说，我非常感谢您的到来。我想向您陈述一个病例，这个病例带给我的痛苦远超您的想象。我几乎盲目地相信，您的经验能帮助我，以及我所珍爱的其他人，摆脱一个残酷而复杂的困境。随着罗伯特·奥德利的讲述，莫斯格雷夫医生那惯常专注的目光中，渐渐流露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。病人向医生吐露的秘密，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就像忏悔者向神父的告解一样神圣。罗伯特严肃地说。的确如此。那么，这是一种庄严的信任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违背吗？毫无疑问。罗伯特·奥德利再次望向炉火。关于他叔叔第二任妻子的黑暗往事，他应该透露多少呢？据我所知，莫斯格雷夫医生，您是治疗精神失常方面的专家。是的，我几乎完全致力于治疗精神疾病。既然如此，我想我可以大胆地说，您会听到一些离奇甚至可怕的内情。莫斯格雷夫医生点了点头。他看起来像一个能够在他那冷静的心中承载一个国家所有秘密的人，并且在承担如此沉重负担时，丝毫不会动摇。我想告诉您的故事，并非关于我本人。罗伯特停顿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请原谅我再次提醒您，我只有在得到保证，即此事不会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被公之于众，才能向您透露。”莫斯格雷夫医生再次点了点头，尽管可能比上一次更加严肃。我在听，奥德利先生，他冷淡地说。罗伯特·奥德利把
把他的椅子拉进医生的椅子，用低沉的声音开始讲述米莱迪昨晚在这个房间里跪在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脚边讲述的那个故事。莫斯格雷夫医生专注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惊讶。当奥德利先生讲述发生在文特诺的阴谋时，他嘴角掠过一丝微笑，但并未显得困惑。罗伯特·奥德利在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打断米莱迪的忏悔时，结束了对事实的叙述。他没有提及乔治·托尔博伊斯的失踪，也没有提及由此产生的可怕怀疑。他同样没有提到城堡客栈的火灾。奥德利先生说完话后，莫斯格雷夫医生严肃地摇了摇头。您不想再补充些什么吗？他问道。不，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。罗伯特有些含糊地回答。您想证明这位女士已经精神失常，因此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是这样吗？奥德利先生，医生问道。罗伯特·奥德利惊讶地看着莫斯格雷夫医生，他怎么这么快就猜到了他内心的秘密愿望？是的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宁愿相信他是疯了。如果我知道这个借口有效，我会很高兴，并且我想这样可以让他免于像横平法院那样的审判丑闻。莫斯格雷夫医生断言道。罗伯特打了个寒战，同时点了点头。然而，他害怕的远不只是横平法院那样的审判，那个在他梦中无休止地困扰着他的恐惧，是一场谋杀案的审判。有多少次，他从可怕的幻象中羞愧地惊醒，法庭里挤满了人，他叔叔的妻子坐在被告席上，周围是一曲面无表情的面孔。恐怕我无法帮助您，医生平静地说。如果您愿意，我会去见这位女士，但我认为她并非疯子。为什么不呢？因为她的行为中没有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。她离家出走是因为她感觉不适，并且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。这不是疯狂的行为。她犯了重婚罪，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变得富有，并改善自己的生活。但这也不能证明她疯了。当她处于绝望的境地时，她并没有失去理智。她运用聪明的手段，策划了一个需要高度冷静和决心的阴谋。这样的行为也不能被称为疯狂。但是遗传性精神错乱的迹象可能会隔代遗传，并在他的孩子身上表现出来。如果他有孩子的话，精神错乱不一定直接由母亲传给女儿。我想帮助您，奥德利先生，但我不认为在您告诉我的故事中有任何精神错乱的证据。我也不认为英国任何陪审团会在这样的案件中接受精神错乱的辩护。在我看来，最合适的解决办法是这位女士回到她的第一任丈夫身边，如果她接受他的话。罗伯特听到这突如其来提及他朋友的话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她的第一任丈夫已经去世了，他回答道，或者至少他已经失踪很久了，而且我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死了。莫斯格雷夫医生注意到了罗伯特身体的颤抖，以及他在提到乔治·托尔博伊斯时悲伤的语气。这位女士的第一任丈夫已经失踪了，他说道，最后几个字带着异样的强调。而您认为他已经死了？他沉默了片刻，像罗伯特先前那样注视着炉火。奥德利先生，他继续说，您不应该只告诉我一半的真相，您没有告诉我全部。罗伯特猛地抬起头，听到莫斯格雷夫医生的话后，显得非常惊讶。如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信任结束，什么时候有所保留开始，我就无法胜任我的工作。医生说。奥德利先生，您只告诉我了一半的故事。如果您想让我给您建议，
您必须告诉我剩下的部分。这位女士的第一任丈夫发生了什么事？医生果断地提出了这个问题，仿佛预感到这是整个阴谋的关键所在。我已经告诉过您，我不知道，莫斯格雷夫医生。是的，医生回答道，但是您的表情已经向我透露了您不想说的事情。他已经告诉我您对此抱有严重的怀疑。罗伯特什么也没说。如果您想让我帮助您，您必须信任我，医生继续说道。第一任丈夫失踪了如何以及何时？我想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。罗伯特沉默了片刻才回答。他慢慢地抬起头，此前他一直低着头，保持着专注的姿势，然后回答道：我会信任您，莫斯格雷夫医生，他说，我会信任您的荣誉和善良。我并非要求您损害社会利益，而是帮助我们挽救我们清白的名誉，使其免遭玷污和羞辱。罗伯特讲述了乔治失踪的经过，以及他自己的恐惧和疑虑，尽管不无保留。莫斯格雷夫医生听着，没有丝毫的动摇。说完后，罗伯特恳求他帮助他慷慨的叔叔。自从他认识了那个卑鄙的女人后，他幸福的生活就被打断了。从医生那专注的脸上，完全看不出他是否做出了有力的决定。罗伯特说完话后，他站起身，再次看了看表上的时间。我只有20分钟的时间了，他说。如果您愿意，我会去看望这位女士。您告诉我，她的母亲死在精神病院里，不是吗？是的。您想单独去看望奥德利夫人吗？是的，我更喜欢这样。罗伯特叫来了米莱迪的女仆，他引导医生来到八角形前厅，然后来到化妆室。10分钟后，他回到了书房，罗伯特在那里等着他。我已经和这位女士谈过了，他平静地说，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。她患有潜在的精神错乱，这种精神错乱可能永远不会表现出来，或者只会在她一生中出现1、2次。在最坏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发展成痴呆、慢性躁狂症，但其持续时间会很短，并且只会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表现出来。这位女士没有疯，但她的血液里有遗传的缺陷。她拥有精神错乱者特有的狡猾和聪明人的审慎。奥德利先生，我来告诉您，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他很危险。莫斯格雷夫医生在书房里踱来踱去，然后继续说道：我不会质疑那些困扰您的怀疑，奥德利先生，他继续说道，但我会告诉您，我不建议您制造任何丑闻。乔治·托尔博伊斯先生已经失踪了，但您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死亡。即使您有证据，您也不能指控这位女士。您唯一能说的是，她有充分的理由摆脱他。英国没有任何陪审团会根据这样的证据判他有罪。罗伯特·奥德利打断了莫斯格雷夫医生的话。我向您保证，亲爱的先生，他说，我最害怕的就是发生任何丑闻或不幸。当然，奥德利先生，医生冷淡地回答道，但不要指望我会帮助您宽恕社会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。如果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女人犯了谋杀罪，即使我知道这样做可以挽救数百个贵族家庭的荣誉，我也会拒绝帮助您让她逍遥法外。但由于我不认为您的怀疑足以证明这一罪行，我将尽我所能帮助您。罗伯特·奥德利紧紧地握住了医生的手。当我有能力这样做时，我会以应有的方式感谢您的服务，他激动地说。我将代表我的叔叔和我个人感谢您。我只剩下5分钟的时间了，
我必须写一封信。莫斯格雷夫医生说着，对这位年轻人的热情报以微笑。他坐在窗边的书桌旁，将笔蘸入墨水瓶中，迅速写了大约7分钟。写完3页后，他放下笔，叠好信。他将信放入信封中，没有封口，交给了罗伯特·奥德利。信封上的地址是瓦尔先生，务城，比利时。奥德利先生怀疑地看着地址，然后看着医生。医生正慢条斯理地戴上手套，仿佛他一生中从未做过比这更庄严的事情。这封信，他回答罗伯特·奥德利那探究的目光说，是写给我的朋友瓦尔先生的。他是务城一家极好的疗养院的老板兼主治医生。我们认识很多年了，我相信他会很乐意接纳奥德利夫人到他的疗养院，并承担起他未来生活的所有责任。我向您保证，他会非常平静。罗伯特·奥德利想说话，再次表达他对医生所提供帮助的感激之情，但莫斯格雷夫医生用一个权威的手势阻止了他。从奥德利夫人进入那所房子开始，他继续说道，他的生活，就其行动和变化而言，将宣告结束。他的秘密，无论是什么，都将永远保持原样。他将无法再犯下像他以前犯过的那样的罪行。如果您不得不在最近的墓地为他挖一个坟墓，并将他活埋，那将是让他远离世界的唯一有效方法。但作为一名生理学家和诚实的人，我认为您不能做出比这更合适的决定了。因为如果必须完全信任我10分钟前才见过的那个女人，生理学就毫无用处了。如果他能抓住我的脖子并勒死我，他会的。那么他怀疑您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知道，您认为我像我的母亲一样疯了，并且来试探我。他对我说，您希望看到流淌在我血管中的可怕病症的迹象。祝您愉快，奥德利先生，医生急忙补充道，我10分钟前就该走了，我几乎没有时间赶火车了。